浩浩荡荡的一大批人，结果被张毅一个人打得束手无策，枪声在血云上作响，每一发子弹都让朝雨基地的人心惊胆战。陈警官坐立不安，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不知道他会夺走多少条人命。说完，他毅然决然地打开车门，接着冒着严寒的冰雪，他像猿猴一样灵活地爬上车顶，然后跃身挡在最后2辆车的后面。下一刻，他的身体变得又长又宽，仿佛一张巨大的牛皮将最后几辆车护在背后。随后，狙击枪的子弹直接击中他的身体，但并未穿透，只是使身体深深的凹陷。陈警官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。这种子弹威力巨大，即使他的异能可以抵御大多数物理攻击，但痛感仍然难以消除。这也证明了开枪的那个人实力惊人。张毅并不知道对方有一个人挡住了子弹，他只是不断射击那个方向，子弹从不缺少。一旦枪口过热，他就换下一把。毕竟西山基地的武器库中收缴了5把重狙。5-6分钟后，朝雨基地的人完全消失在张毅的视线中。好了，看来他们是等待援兵到齐，然后再靠近发起进攻。张毅嘴角微微翘起，但无论谁来都得准备好应对我的狙击。通讯设备里传来众人询问张毅的声音：“张毅，他们怎么回事？”大家急切地问道。张毅淡淡的回答：“我杀了几十个人，然后他们全都撤退，可能在等待其他势力的人到齐在一起进攻。”众人都大吃一惊：“你已经干掉几十个人了？天啊，真不愧是老大，你太厉害了！”徐胖子惊讶地说道。从枪声响起到现在还不到10分钟，仅凭一己之力，张毅就打退了朝雨基地的车队，而且还毫发无伤地杀了几十人。他现在才明白，原来真正守护第一道防线的并不是他们。张毅他的重狙射击范围才是庇护所真正的第一道防线。然而张毅却平静地说：“有什么好奇怪的？这只是基本操作而已。远程狙击和防御是我的强项，如果他们突破了我的枪围防线，那就得靠你们来抵挡了。必要时，我的神威杀掉几个异人也没问题。神威配合精准射击虽然消耗巨大，但它相当于锁定目标的攻击，在300米的战斗范围内，它比狙击枪威力更强数倍。除非对方有超强的防御能力，否则根本无法抵御这一招。”徐胖子嘿嘿一笑，看看他们有没有本事能够在老大的狙击下存活。张毅并没有显露出丝毫骄傲的表情，对他来说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。要是有一天他能够在5公里外一枪狙杀掉林峰这样级别的强大异人，那才是真正变态的境界。此时朝雨基地撤退到安全距离的一侧，魏定海让人立即统计伤亡人数，上报的数据令人沮丧：1辆车已经彻底报废，还有3辆严重受损，2名队长轻伤，普通士兵阵亡35人。魏定海的脸色异常难看，这次他们带出来的精锐战士总共300人，结果连靠近张毅的庇护所都没做到，就损失了1/10的人员，出师不利啊！张毅他们的团队居然有这么厉害，真是不可思议了。作为一位艺人，魏定海对艺人的实力还是有所了解的，他以前从没见过，甚至无法想象有人能够在3公里外进行射击，而且还能穿透3毫米厚的钢板和防弹衣。难道天海市出现了伊普西龙级别的艺人？不，还没有那么可怕，只是远程攻击厉害罢了。他的近战肯定不行。魏定海很快下了结论，要把某个领域锻炼到极致，就必然会有其他能力的弱点，没人能成为完美无缺的6边形战士。所以我们一旦靠近避难所，就可以利用视觉死角来躲避他的射击。突破了避难所，那个狙击手就不是威胁了。陈警官打开车门走了过来，他的表情有些痛苦。当时挡下了张毅的子弹，承受了相当大的伤害。首领，敌方的狙击手太可怕了，我们不能再直接从正面进攻了。我觉得即使绕远路，也要避开他。魏定海摸了摸胡茬，绕远路，如果按照张毅有效射击范围3公里来计算，他们得绕个大圈子。陈警官拿出卫星电话，接着在上面打开了一张地图。他指着徐家镇的位置说：“从这里发起进攻比较好，那里有很多掩护，可以避免被狙击。”魏定海点了点头，是个不错的主意，但我们先不急着行动，先找个地方藏起来。藏起来？陈警官有些不明白。我们已经被发现了，现在还藏有什么用？魏定海冷冷地笑了笑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阴冷的光芒。狙击手的事不能只让我们一家吃苦头，也要让他们常常被人当作猎物猎杀的滋味。陈警官恍然大悟，4家势力暂时联手，但战后很可能因为争夺地盘再次发生纷争，因此魏定海非常乐意借助那名狙击手的力量，让其他几家也尝尝惨重损失的滋味。失去了几十名手下，让魏定海心情非常恶劣，但这也给他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：那名狙击手对异人的杀伤能力有限，至少以陈警官的防御力来看，对方的狙击枪无法击穿。普通士兵在战场上的作用越来越弱，果然未来还是异人主宰战场。魏定海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选择保持静观其变，并且不会向其他3家透露关于这个强大狙击手的消息。不久之后，同样拥有车队的阳盛基地也从另一个方向赶到了这里，等待着他们的是相同的结果。在进入张毅的有效射击范围后，猎杀便正式展开了。这一次张毅变得更加聪明起来，他首先打爆了汽车的轮胎，然后射杀了驾驶员。随着几辆车陆续抛锚，阳盛基地的车队也陷入了混乱。他们第一时间依靠着汽车试图找出隐藏在暗处的狙击手，甚至连剧本都如出一辙。在没有得到魏定海提醒的情况下，他们对这种预习战术并没有太大变化。毕竟他们认为自己人多势众，武器精良，不可能在遭受狙击后立即撤退。
而是想要消灭潜伏的狙击手。正是因为这个错误，导致张毅能够有条不紊地逐个击杀他们。我的手，我的手啊！死亡的人是幸运的，而受到致残的人则更加痛苦。他们在地上疯狂地呻吟，而张毅并没有再下手的打算，因为这些人已经注定无法幸免于难。他宁愿让他们多受一回折磨，以此来动摇对方的军心。萧红恋这边，他迅速组织手下的士兵进行反击。快，给我找出那个该死的狙击手，然后解决掉他！竟敢在这种地方埋伏，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然而，无论阳盛基地的人如何搜寻，都找不到隐藏的狙击手。没人能想象得到，有人竟然可以在3公里外进行狙击。即使他们发现了，可整个天海市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人或狙击手能在3公里外对张毅有效的还击。车队中突然闪过一道白影前行，一颗子弹朝着车队正面飞来，那道白色身影居然直接迎了上去，空中火光交错，张毅射出的子弹居然被直接挡开。然而，那道白影也被子弹的力量推退了好几步。终于有个够看的家伙出现了，张毅嘴角露出一抹笑容，他看清了那个人的样貌。那个人身材高瘦，脸上长着像狼又像狗的面容，全身银灰色的毛发。原来他是一位兽人艺人，难怪他拥有如此敏捷的速度和强大的力量，可以轻松接下张毅射出的子弹。张毅发现他的同时，他也注意到了张毅。狗眼总能察觉到人眼看不到的事物，这么远的距离，狂犬流线的瞳孔猛地收缩，连他都感到非常棘手。凭借他的身手和速度，如果是单挑的话，他可以在几十秒内杀到对方面前进行搏斗。但现在对方正在一个庇护所里，他不可能贸然进攻过去。还没等他想清楚，张毅的子弹再次射来，流线露出锋利的獠牙，身形如鬼魅般闪动，用身体挡住子弹。张毅从容不迫地继续进攻，反正他只消耗了子弹和一些异能，而流线只要失误一次就可能丧命。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他最喜欢做。第一发，第二发，第三发，狂犬流线终于感到吃力，他的利爪开始颤抖。就算是强壮的兽人蜥蜴人，面对连续3发重狙子弹的轰击，也难以承受。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愤怒，反而露出了微笑。准备好了。突然，一辆装甲车的窗户打开，伸出一根墨绿色的炮管，里面的炮手瞄准了张毅，一发炮弹咆哮着射出，片刻后飞到了张毅的身旁。张毅皱起了眉头，对方带了重火器，确实有些意思，但那枚炮弹就像投入水中一样，没有摧毁人或建筑物，只是平静地消失在次元之门的背后。车上的炮手们满怀期待地等待熟悉的爆炸声响，然而等了几秒钟，他们什么也没看到。是哑弹吗？一名炮手满脸疑惑。下一刻，一颗子弹射来，将他从中间截断，摔落在车厢内。车厢内传来凄惨的哀嚎声，其他炮手被吓得胃里一阵翻腾，强忍下喉咙的食物，然后他们愤怒地准备继续开炮反击。在战场上，越是害怕死亡，就越容易死去，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，但这仅适用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。接着又有几发炮弹呼啸着射向张毅所在的阁楼，然而片刻后，那些炮弹竟然返回原路飞来。糟糕，所有人都变色了。车队密集，如果炮弹掉下来，将会造成多少人伤亡无法估计。这次连萧红恋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起来，因为他们中没有擅长防御的艺人。狂犬流线怒吼，眼睛充血，体型再次增大。他迅速跃起，竟试图用自己的身体改变炮弹的轨迹。然而，炮弹的威力不是普通狙击枪子弹可比拟，尽管拼尽全力稍微影响弹道。轰轰轰轰，4颗炮弹偏离了原来的轨迹，在车队附近爆炸，剧烈的震动使所有汽车东倒西歪，但幸好没有造成重大伤亡。然而刘宪本人被震飞出去，口中流出一丝鲜血。萧红恋眉头紧锁，立即下令撤退。